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9.31，收盘价是259.1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0.56，最低价是在243.3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4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，双线是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缩小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也就是开盘即回补了之前留下的这个缺口。那么开盘之后股价是出现了继续下行，在回踩到243的时候呢，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开始一路是震荡上行，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上方呢是在260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，生成了这样一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，那说明股价在当日出现跳空低开盘，然后股价跌深之后遇到了多头力量，然后呢股价是被拉抬，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买盘的进入的，或者说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高开高走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说是至少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5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75附近。而实际在3月31日收盘价是在259.16，股价是出现了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收盘价在258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都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但是呢我们预测的走势和实际发生的走势则完全不同。那我们预测的走势呢是股价是低开低走，然后出现下行，而实际的走势是股价在出现了大幅的跳空低开，然后呢最低是到达了243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被拉抬到这个位置，所以走势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。那在3月31日股价是出现了我们说在下跌到低位出现了大幅的反弹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，或者我们加入一个临时的一个目标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
292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目标的颜色呢和304我们先采用同样的颜色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设定292这个目标，同时呢要和304这个颜色要相一致。目前股价在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回档呢，在292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头部。那么之前我们曾经说过，股价是自3月10日以来跌到最低以后，那么在这个区域出现了横盘，横盘的时候呢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目前292这个位置，相对于之前我们会看到，在3月12日，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头部，上方是有头高，那么下方我们会看到是有底高。那也就是说，自3月11日以来建立了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92，来继续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292之前，目前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在4月1日是在265附近，还有3月28日这根红 K 的最高276，当然还有这条趋势线将是股价在到达292之前的压力位。那么股价如果能够突破这两个压力位呢，我们认为是很容易去站上292，而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04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304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，将会瓦解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么这样一个空头趋势，目前304是最后一个头部，也就是对于这个空头趋势来说，所以目前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，292和304将是重要的标志位。这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呢，尤其是304如果能够被突破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，将会建立多头。那目前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建立所以说现在只是差一个指标，就是要重新站上304来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目前上方的这两个目标的一个说明。然后304如果被站上，接下来上方的目标就是367，然后呢再向上就是420。我们暂且把292和304归为一个目标。对，好。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7。那目前看股价要到达217，由3月31日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3，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当然，20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都是支撑。为什么我们把243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支撑呢？因为当日在跳空低开盘之后股价正是下跌到这个位置而出现了买盘，而当日又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应该将会成为日后股价下行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然后接下来是234，就是这根齐涨的 K 线。对，那么再向下呢就是222。那一旦这三个位置被突破呢，那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17这个位置的。
对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继续下行。而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，我们会看到正好292这个地方就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一波下跌的一个头部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217，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这个位置，然后下方第三个目标就是138。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来到了这个位置，如果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反弹，也就是说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很容易出现继续下行的走势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70这个位置，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那么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4月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4，是这根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254，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254我们认为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它正好也是20均线值。那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很容易继续下行的。那一旦继续下行呢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很容易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的，也就是243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4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。那么4月1日是新的一个交易月的开始，所以我们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。那我们先来看3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。那当然，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看到，当周的这根 K 线是较前一个交易周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那通常含有长下影线，然后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。这说明股价在跌深之后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，也就是说，会预示着日后如果是高开高走，会有反弹的一个走势。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出现反弹，目前的强压力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304这个位置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这正好是我们日 K 线图当中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确认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因为含有这样长的下影线，同时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日后的 K 线能否站上它的最高。所以因此304呢将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如果出现反弹，这是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当然这个位置也是强压力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会看到还有月 K 线图当中的10均值将会成为压力，还有这根 K 线的中线其实就是在280附近，这也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是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我们说出现这样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最低在下方是在216这个位置，那这个位置不能够被跌破，一旦被跌破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入深度的一个回档。如果进入深度的一个回档，在月 K 线图当中我们也有一条上行的趋势线，这条趋势线呢是从20
年3月1日3月份的这根 K 线和2023年1月这根 K 线所建立的一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。那216一旦被跌破，那么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一个支撑，或者说是日后股价可能需要回踩到这个位置。那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月这条趋势线和之后 K 线焦点是在160到180，在这几个位置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记住这个位置。一旦股价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在160、180这几个位置呢，还会得到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月 K 线图。那我们再来给出月 K 线图的预测。之前我们给出的预测，在3月份股价如果收在高位，会收盘在350附近；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会收盘在248附近。那么月中我们关注的位置是274，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呢，其实在当月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月中呢会在274下方运行大部分时间，所以呢是收在了低位。但是呢，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位置呢，虽然方向相同，但是性质完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是跌破20均值，而实际的位置呢是在20均值的上方。好，那么到了4月份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2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到320。好，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应该是收盘在24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月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，实际上就是前一个交易月的收盘价是在259附近。我们把这条线调整到259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收在低位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等1个月之后，我们再来复盘这样的一个信息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这个仓位的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月24日，收盘价280，是5%加仓。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4附近。我们之前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66，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应该是停利出场了。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在234。好，那么股价到了3月31日，收盘价是在259.16，在这个位置，对于这个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虽然我们预测这样的一根抱有大量的这根 K 线日后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但是在技术上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在前低的下方，并且呢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
还有一个，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点，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缺口，这个小的缺口还是没有被补上。因为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是在，我们来看看，是在260.57，而在3月31日的最高是在260.56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小的缺口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是对于多头来说，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4月1日，我们继续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34，当然还有222这两个位置，我们首先定在这个位置。好。那是对于这15%的多头仓位。那么对于最后一次进场，在这个地方280进场做多的呢，我们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56附近。目前股价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，所以在这个地方5%进场的仓位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说。那之前如果一直没有仓位，那么到了3月31日收盘价在259.16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但是之前如果有仓位的，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加仓的，因为我们说了，目前的这个指标是不适合加仓的，但是这个指标是适合进场抢反弹的。抢反弹我们指的就是快进快出，对。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进场抢反弹5%，那目标呢，实际上就是上方的5日均线值应该是在265附近，这是获利的目标。然后呢，对于这个仓位的止损位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243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多头来说的。我们再来看，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上方的260一直到292，在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也就是股价现在任何向上的反弹都会遇到压力。那么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22和217，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61到262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65到266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76，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第四个压力位是292，第五个压力位是304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253到254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243，第三个支撑是234，第四个支撑是212，是222，第五个支撑是21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说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8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5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5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
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62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5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